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y，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今天我們來久違的教學影片。上次教學影片應該就是那些 Minecraft 的啟動器啦，那個就主要是傳戰用的。但是現在基本上很少人玩了啦。那麼這次的教學，我是要跟大家介紹差不多3個軟體，其中2個軟體是專門給安卓版本比較低的觀眾來去做使用。首先我先講這個 Screen Copy。Screen Copy 的話呢，它主要是投影你的手機屏幕到電腦上。這裡的話呢，我也有在寶可夢冠軍呢也有說過了，它只能使用滑鼠來去點擊，它沒辦法去用鍵盤來去控制。所以的話呢，這個話呢算有一個限制啦。但當然，如果你是用手機去做那個操控的話呢，其實這樣子的話呢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們想要把手機畫面投屏到電腦，然後去錄影的話，這裡的話呢，我也順便講一下呢，在另一個方案呢，就是可以給安卓11以下的哦。你們可以看到這裡呢，它安卓11以下的是沒辦法去用這個 audio， 然後呢，這個軟件呢是專門給差不多安卓10左右的手機來去做這個聲音投屏。那麼這裡的話呢，你們要注意哦。那麼這個的話呢，你們要提前裝一個東西呢，叫做這個 VLC。VLC 又是什麼呢？它是一個影片的播放器。你們點進去呢，就可以看到啦。那你們點擊下載呢，就照原本的安裝就可以了。那麼今天這部影片的話呢，我主要只是教這個 Screen Copy 啦，然後的話呢是不會教這個投音頻到電腦上面哦。所以的話呢，這個網絡上也有很多，但是基本上很多人的手機的話呢，應該都是安卓11以上了。所以的話呢，今天的話呢，主要是教安卓11以上的這個部分。那麼這裡的話呢，如果要下載來講的話呢，你們可以點擊這裡，然後 download， 或者是點擊這裡下面的 release， 然後這裡的話呢，就有它的版本啦。這裡的話看你們是用什麼版本，有些用 Linux， 也有一些用 macOS， 有很多是用 Windows。Windows 的話呢，也要看你的版本是什麼。像有32位以及64位的，我個人的話呢是選擇64位啦。就你們看你們的電腦是什麼的，但是 Windows 11的話，基本上大多數都是64位了。所以的話呢，你們可以的話呢，還是去檢查一下會比較好。那麼下載完過後呢，你們裡面的話會是這樣子哦。那麼其中一個 file 的話，是這個 file 的話呢是原本沒有的，是我之前曾經自己放了，但是呢，這個到最後還是沒有用，所以你們可以不用去管，不用緊。那麼這裡的話呢，我們先教大家在電腦上面如何去操作。那麼這裡的話呢，我是直接按下這個 Screen Copy 的點 exe 的這個文件就可以打開了。那還會直接先打開 CMD， 看你有沒有跑。但是等一下，剛才還有一個通知給我看。那麼如果是成功跑的話呢，還是這樣子的哦。放大給各位看，怕有些人看不懂，大概就是這樣子啦。然後呢，手機投屏上去呢，你可以放大，然後自己用滑鼠來去點擊，它不能用鍵盤來去點擊。那麼這裡的話呢，我就教大家如何去做一些設定，然後才能去投屏到你的電腦上。首先的话呢，是先點擊這個 About Phone， 這裡點進去了呢，你們要點擊什麼呢？你們要點擊這個版本號，如果是英文的話呢，就是這個 build number。然後呢，你们這裡的話呢要點7次。那麼這裡的話呢，因為我已經開啟了，所以還是直接顯示已經開啟了。那麼這裡的話，你們就是要點7次啦。然後呢，我們再返回到頁面這裡呢，我們點擊 System and Update。然後呢，這裡的話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開發者選項，點進去。然後呢，這裡的話呢，往下滑呢，你們可以找到這個 USB Debug 的這個部分，你們把它開起來，這樣子呢，它就可以去投屏上去了。那麼在投屏的時候呢，如果它有跳出一個畫面呢，是說明要經過允許才能透過這個軟體來去投屏到電腦上面。所以的話呢，那個如果還有通知你要不要開的話呢，你
點擊同意就可以了。所以呢，大概就是這個直接用手機連接線來去投屏的其中一個方式。那麼這個方式的話呢，主要是專注給如果只是要直接用手機投屏到電腦上面來去錄影你遊玩的遊戲的話，這個方式是可以的。但這裡你們看到畫面呢，它是直接使用 Mac 的，所以的話 Mac 也是可以的。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方式啦。那麼第二個方式的話呢，就是直接在電腦上面控制你的遊戏。那麼這裡的話呢，我比較推薦雷電模擬器啦，也是我現在在用着的。那麼呢，雷電模擬器的話呢，我都是用來玩什麼呢？大多數都是寶可夢大集結的類型遊戲。那麼這裡的話，你們在開的過程呢，它中間如果還有通知還是什麼東西它不能打開的話呢，就是你的主板 VT 還沒有打開。那麼每個主機板的話呢都不一樣哦，像它的 BIOS 還是裡面的硬件之類的都不一樣，所以的話呢，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主機板型號來去在網上找找看有沒有，因為每一個人的主機板型號都是不同的。這裡的話呢，我突然間想起來呢，它這裡的話呢，有時還會有一點問題。所以的話呢，要怎麼解決呢？就是直接關掉先，然後我們再打開。所以呢，這裡的話我們先等它打開先。那麼這裡的話呢，我就先來給大家展示一下設定的部分。那麼首先的話呢，是這個電腦設備，我放大給各位看一下好了，不然看不到這個電腦設備。那麼電腦設備的話呢，它又是做什麼呢？就是可以給你們看你們自己電腦設備的一個窗口啦。那麼這裡的話，你們看我就是i5第4代 A 的。然後呢，這裡呢，如果你們有開 VD 的話呢，它是直接寫着 on 的。然後 Hyper-V 的話呢，還是我這裡正常來講的話是 off 啦。但是旁邊如果還有顯示一個 button 的話呢，那個可以按沒關係，因為它是要安裝不知道什麼東西的，我也忘記是什麼東西去了。那你們安裝完過後呢，它就會要你重置電腦，那麼你們就重置電腦，然後呢，你們再打開雷電模擬器呢，在電腦配備這裡呢，你們看到會兩個勾。那麼如果你們是用電腦來去看我這個教學的話呢，你們記得在重置電腦之前呢，記得收藏下這部影片啦，不然等下找不到了。那麼這裡的話呢，就是大概這樣子。另外的話呢，它的默認設定的話，其實是沒有動到什麼啦，就看你們個人要不要去做這個設定，因為我本身是沒有設定啦。好，那麼這裡的話呢，它已經加載好了。你們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有幾款遊戲哦，不管是這個超級黑暗軌跡手機版，或者是這個寶可夢卡牌口袋版、寶可夢冠軍 Unite， 這些我都有在這個模擬器來去遊玩哦。但是呢，在寶可夢冠軍這裡的話呢，我就沒有玩了，因為它是會直接繼續在另外一個設備上面。像如果我在手機登錄，然後這個是我登錄之前的，然後如果我在手機上登錄的話呢，它在這裡的話呢就沒辦法進去遊戲了，它只能重新下載過才能玩。因為這個有點麻煩，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再去用雷電模擬器來去玩這個寶可夢冠軍了。然後呢，寶可夢 Unite 的話呢，我是偶爾會做任務的時候呢，會用模擬器來去玩啊。然後這個話是我自己玩的。這個超級黑暗軌跡的話呢，如果各位想要看我拍的話呢，可以留下你們的喜歡來去跟我說一下。如果有很多個 like，我就會去拍。我也不確定會不會卡啦。那麼這裡的話呢，我就隨機進一款遊戲給各位看哦。那麼這裡的話呢，你看到呢，寶可夢大集結呢，它是直接已經設定好了這些按鍵的哦。那麼這些按鍵又是做什麼的呢？就是你在寶可夢對戰的時候，可以直接用你的鍵盤滑鼠來去遊玩，而且你們的屏幕又很大，所以的話呢，也看得很清楚。地方有沒有來？像這樣子進入遊戲，然後這些按打擦掉，因為這些跟我們無關。然後去活動這邊，然後看看有什麼任務啊。像我的帕魯奇啊，已經到94等了，然後現在還有
幾個任務沒有做完，然後這個每日任務一定要今天做完的，等下有時間的時候我再去做啦。然後做完任務，然後直接來兌換這樣子。那我來給各位看一下，就是在對戰的時候呢，它的畫面是怎麼樣的。那麼呢，現在進到遊戲畫面哦，這裡的話呢，你們看攻擊的話，你們可以直接用滑鼠點擊上去，或者是它上面那個快捷鍵。那麼它原本的話呢是這個鼠標右鍵哦，所以的話呢可以用右鍵來去攻擊。但我滑鼠沒有去點攻擊哦。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快捷鍵，像 Q、E 和 R 就是對應招式的。然後 F 的話呢就是投球。B 的話是回開始點，而這裡 WASD 的話呢，它就是走動啦。然後呢，這裡的話呢，它原本一開始的時候呢，它不是這個設定的。那麼這的話呢是 low 的設定哦。等一下，它是用右鍵來去走，然後等一下的時候你們按招式呢可以直接用。是我這裡錄影的話就有點卡了，所以我就不另外示範很多了。對，我就先逃先。对，这然后我就先换回来先。所以呢，大概就是今天呢，这里教大家如何去用你自己的手机來投屏到電腦上面，一條線就可以去做這個投屏。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直接在電腦上面去遊玩的話呢，也可以直接使用雷電模擬器來去遊玩。這裡的話呢，它這種兩個方式的話呢，當然會有一些差異的啦。首先的話，我先講一下手機投屏。手機投屏的優點的話呢，它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機賬號和設備來去同步畫面。你要去錄影還是什麼都可以，直接用你的設備來去做操作。但是缺點來講的話呢，需要連接手機，然後設定的話會有一點點多，像剛才在那個開發者設置那邊。但是如果你會來講的話是比較簡單啦。然後呢，雷點模擬器的話呢，它的優點來講的話呢，就是不用一直連着手機，可以直接操作電腦。而缺點的話呢，是需要調整一些性能設置。部分遊戲的話呢，可能就是會有相容性的問題。所以的話呢，如果你們玩的時候卡的話呢，你們可以去做一點設置啦。這個雷點模擬器上面，這裡結尾的話呢，我再講多一次呢。如果你也想在電腦上遊玩手機遊戲的話呢，不管想要用更大的螢幕來去操作的話呢，可以用模擬器來去做使用，或者是想直接用手機投屏到電腦上，然後去做錄影還是做其他的事情呢，可以推薦用手機投屏的方式。這兩種方法都可以去嘗試。手機投屏比較適合想要保留原本手機環境的玩家，而模擬器的話呢，它是比較適合想要直接在電腦上操作遊戲的人。最後這裡的話呢，在影片當中的軟件以及下載連結呢，我都會放在影片當中的說明欄以及置頂連結，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載測試看看啦。所以今天的教學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感謝各位收看，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